伊桑，摩尔和我本该结婚的那天，他的养妹黑兹尔，摩尔以跳楼相威胁。伊桑穿着婚纱抛弃了我，为了他而悔婚。在宾客们嘲讽的目光中，我大胆宣布，谁敢沿着这条红毯走到我面前，我就嫁给谁。3年后，伊桑带着黑兹尔回到了摩尔庄园。我正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吃着燕麦粥，一边看着电视。伊桑盯着我的孕肚，怒吼道：“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”我喝了一口燕麦粥，淡淡一笑：“当然是摩尔家的人。”伊桑，摩尔怒气冲冲地冲过来，一把将我从沙发上拽了起来。不知廉耻！我们婚礼当天，我就跟黑兹尔走了，3年没踏过这个地方一步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我的？我差点笑出声。我从没说过是他的。摩尔家又不止他一个男人。当然不是你的孩子，你根本不配当他的父亲。我说。黑兹尔，摩尔的脸因震惊而扭曲。奥德利，史密斯，就算伊桑悔婚，他也给你留下了摩尔夫人的头衔。你在摩尔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怎么敢无耻地怀了别人的孩子？我瞥了他一眼，你一个摩尔家的养女，都敢勾引自己的哥哥。要说不知廉耻，谁能比得上你们俩？黑兹尔露出楚楚可怜的神情，看向伊桑。伊桑，这3年来我们一直清清白白，可她却怀了别人的孩子，背叛了你。伊桑一听这话，怒火瞬间爆发，他扬起手，狠狠一巴掌甩在我脸上。你这个下贱的女人，怀了别人的野种，还敢拉上我和黑兹尔？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他嘶吼道。脸颊传来尖锐的疼痛，那一巴掌的力道让我瞬间脑子一片空白。3年前，伊桑带着黑兹尔私奔，留我一个人在婚礼上面对所有的窃窃私语和嘲笑。怒火中烧的我，当场喊着要找个新郎。是他的叔叔杰里麦亚，摩尔站了出来，当天就和我结了婚。在贝弗顿市，杰里麦亚被称为冰王。自从嫁给他以后，所有人都对我敬重有加。我怀孕后，他更是把我宠上了天，舍不得让我受一点委屈。要是让他知道伊桑刚才的所作所为，必定会血流成河。为了避免一场家族惨剧，也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冷冷地说，如果你们现在离开，我可以当这件事从没发生过。可他们并不领情。黑兹尔猛地冲过来，一把揪住了我的头发。伊桑，这个女人害怕了，她想让我们现在离开，好利用这个孩子夺走摩尔家的一切。伊桑厉声说，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，我绝不会让你得逞。我挣脱开黑兹尔的手，冷冷地说，你们俩私奔那天，大卫就已经和你断绝关系了。从那一刻起，你们就和这个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黑兹尔嗤笑一声，那只是爷爷在气头上。伊桑是摩尔家唯一的孙子，你真以为他会一直被断绝关系吗？伊桑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，爷爷已经说了，所有东西都是我的。我把手放在孕肚上，声音冰冷，现在不是了。这个孩子也是摩尔家的人。我以为我说的够清楚了，可伊桑盯着我，眼里的怒火更旺了。所以你想把这个野种冒充成摩尔家的人？我现在就给你点颜色看看。他这一巴掌打得更重了，我捂着肚子摔倒在地，看着他们脸上扭曲的恨意，我心里涌起一阵恐慌。我不能让他们伤害孩子。我绝望地说，他不是野种，他是……我还没说完，伊桑就弯腰捡起地上摔碎的燕麦粥碗，他把碎片和燕麦粥一起，硬生生塞进了我的嘴里。我和黑兹尔这3年过得有多艰难，你根本想象不到。可你却在摩尔家坐享其成，怀着别人的孩子，过着舒适的生活。今天我就让你吃个够！他咆哮道。我立刻呛得说不出话来。锋利的瓷片划破了我的口腔内部，鲜血瞬间涌满了我的舌头。我抬手反抗，可黑兹尔却用他的高跟鞋狠狠踩在我的手上，手臂传来一阵剧痛。我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，我甚至疼得叫不出声来。伊桑把所有的燕麦粥都塞进我的嘴里后，往我脸上啐了一口，然后拍了拍手，站起身来。
黑兹尔的高跟鞋移向了我隆起的肚子，恐惧攫住了我。我用尽全身力气抓住他的脚踝，拼命阻止他踩下来。杰里麦亚天生不育，我们花了3年时间，寻访了国内外最好的医生，才终于怀上了这个孩子。黑兹尔低头冷笑地看着我，奥德利，你现在就像一只护崽的狗，真可怜。伊桑盯着我的肚子，皱起了眉头。要是让别人知道我被这样背叛，我在贝弗顿市还怎么抬头做人？踩下去，黑兹尔，在这个野种出生前，把他踩死。我疯狂地摇头，鲜血和呕吐物从嘴里涌出，我艰难地挤出几个字：这个孩子是杰里麦亚的。伊桑愣了一下，随即爆发出疯狂的大笑。你在开玩笑吗，奥德利？贝弗顿市的人都知道，我叔叔从来没碰过女人，他根本就不能生孩子。现在，摩尔家唯一能延续血脉的人就是我，这也是爷爷当初拼命想让我娶你生孩子的原因。黑兹尔附和道，伊桑是唯一的继承人，爷爷甚至冻结了他所有的卡，就是为了逼他回家继承家产。奥德利，你太无耻了！我们揭穿了你，你还敢把杰里麦亚叔叔拉下水？伊桑和黑兹尔私奔了3年，一次都没和家里联系过。他的爷爷大卫·摩尔早就对他彻底失望了，冻结他所有的账户就是为了和他断绝关系。可现在，显然他们俩都神志不清。为了不激怒他们，我没有反驳。我重复道，我没撒谎。这个孩子真的是杰里麦亚的。你们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我一只手捂着肚子，另一只手去够桌子上的电话。只要能联系上杰里麦亚，我和孩子就安全了。他会立刻赶来救我的。可就在我抓住电话的那一刻，伊桑一把抢了过去，狠狠摔在地上，屏幕摔得粉碎，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。他捏住我的下巴，说：“我叔叔的脾气变幻莫测，贝弗顿市的人都怕他。要是让他知道我连一个出轨的妻子都搞不定，他会觉得我一无是处，绝不会把公司交给我。”奥德利，你刚才就是想给他打电话，对吧？我疯狂地摇头，不是的，孩子是。我还没说完，黑兹尔就用高跟鞋的鞋尖踩在了我的肚子上。伊桑，跟这个女人废话什么？我们杀了这个孩子，去爷爷面前邀功不好吗？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腹部传来，我能感觉到肚子里的孩子在恐慌地扭动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席卷了我的胸口。我抬头看着他们，哀求道：“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”黑兹尔举起手机对准我说：“跪下，像狗一样叫，说你是下贱的女人。照做的话，我或许会放过你的孩子。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再也顾不上什么自尊和尊严。”我转过身，跪了下去。我发出2声狗叫，声音颤抖着说：“我是下贱的女人。”黑兹尔弯下腰，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。奥德利，当初我跪在你面前，求你不要嫁给伊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今天？那时候，黑兹尔曾来求过我，说他和伊桑是真心相爱的，让我取消婚约。摩尔家和史密斯家的联姻是长辈们安排的，牵扯到无数的商业利益。如果我取消婚约，责任就会全落在我们家头上，我们会是那个承受后果的人。所以，我拒绝了他的请求。我从没料到他会记恨这么久，可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争论过去的事了。我抬头看着他们，哀求道：“求你们叫救护车。”伊桑狠狠一脚踩在我的背上。奥德利，你真是太无耻了！为了那个来路不明的孩子，你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被压在地上，肚子狠狠撞在坚硬的地板上，疼痛像野火一样在我的腹部蔓延开来。你说过会放过孩子的，我喃喃道。黑兹尔语气冷淡地说：“我说过会放过孩子，但伊桑可没说过，不是吗？你竟然敢利用这个孩子和我的名字骗进摩尔家，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放过你？做梦！”伊桑厉声说。伊桑一脚正中我的肚子，疼痛像闪电一样袭来，鲜红的血液开始顺着我的腿流下来。
我能感觉到肚子里的孩子一点一点停止了动弹，绝望涌上心头。我看着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比刀刃还要锋利的恨意。伊桑、黑兹尔，你们会后悔的，我嘶吼道。黑兹尔站在伊桑身边，眼神里充满了恶毒。伊桑，他还是不知悔改，显然他还没吸取教训。伊桑冷笑一声，咱们走着瞧，到底是谁会后悔？黑兹尔，去拿根绳子来。黑兹尔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在客厅里翻找了一番，拿着一根绳子走了过来。我拖着流血的身体往后退，眼里充满了恐惧。我问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可回应我的只有他们兴奋扭曲的脸。他们把我的手脚绑在一起，然后用绳子拖着我走出了房子。我身后的地板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、可怕的血迹。他们把我拖到泳池边，伊桑一脚把我踹进了水里。我的四肢被绑，无法动弹，只能绝望地沉入池底。池水涌入我的口鼻，我快要窒息了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死了的时候，伊桑猛地拽了一下绳子，把我拉了上来。奥德利，你吸取教训了吗？还敢背叛我吗？我大口喘着气，可腹部的疼痛却越来越深。我和杰里麦亚一起上过产前课程，我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。创伤引发了早产。虽然我知道保住孩子的希望很渺茫，但我不能放弃。我再次哀求伊桑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求你们放过我和孩子吧，我要生了，求你们叫救护车，我求你们了。伊桑往我身上啐了一口，到现在了，你还在想着那个孩子？显然你还没吸取教训。我绝不会让这个孩子活着离开摩尔庄园。说完，他再次抬起脚，准备把我踹回泳池里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溺水的恐惧充斥着我的心。就在这时，别墅的前门猛地被推开了。杰里麦亚冲了过来，脸上写满了惊慌。他嘶吼道：“住手！